杰米是一位年轻母亲，当她无故失踪后，不幸遇到了不负责任的警探，调查仅仅持续了数周时间，便草草做了结案处理。尽管受害家属难以接受这样的事情，但他们也束手无策。这起失踪案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案发7年后，本案迎来转机，一位新上任的警局负责人决定重新调查。历经3年时间，警方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尸体的情况下，成功将凶手送进监狱。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凶手的罪恶远没有结束，他又在监狱里策划了一场丧心病狂的报复行动。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德，这里位于华盛顿州西北部，坐落在西雅图地区的东部边缘，人口约为46000人，是金县下属的一座城市，同时也是微软和任天堂美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主人公杰米出生于1963年12月1日，案发时26岁。杰米成长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她是家中的独女，有一个哥哥和2个弟弟。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杰米和母亲朱迪有着特殊的情感，母女2人关系非常亲近，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杰米性格开朗，工作能力出众，他在微软西雅图总部工作，有着一片光明的职业前景。虽然杰米在事业上蒸蒸日上，但是感情生活却有些不太如意。时年22岁的他仍然是独身一人。杰米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伴侣，所以他经常参加各种交友活动。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杰米认识了一名叫史蒂文的男子。史蒂文比杰米大2岁，在杰米看来是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他成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在西雅图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史蒂文和他的父亲长得很像，但却没有他父亲的能力和进取心。这对父子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严重的酗酒问题。据杰米的母亲朱迪描述，杰米和史蒂文一见钟情，2人相识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朱迪非常反对杰米和史蒂文交往，因为史蒂文整天无所事事，而且还有严重的酗酒和吸食违禁物品的不良嗜好。但当时杰米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所以他没有听取母亲的建议，坚持和史蒂文成为了男女朋友。1987年7月17日，2人交往2年后结为夫妻。同年，史蒂文的母亲资助他们在雷德蒙德购买了一处房产。由于他们已经结婚成家，所以这也是史蒂文的父母最后一次提供经济支持。杰米在结婚后对史蒂文言听计从，为了取悦丈夫，她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杰米把自己原本的棕色头发染成了史蒂文喜欢的黑色，还花费了不少积蓄做了隆胸手术，甚至还为了满足史蒂文的病态欲望，同意让史蒂文的前女友住进他们家。然而即便如此，杰米还是没有逃脱史蒂文的暴力对待。史蒂文是个善于操纵、脾气又非常暴躁的人，稍有不满就会辱骂和殴打杰米，但同时他也具有杰米喜欢的独特魅力。每次施暴结束后，史蒂文总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杰米的原谅。在这种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下，他们在1年后有了一个叫泰勒的儿子。起初杰米以为泰勒的到来能够让史蒂文有所改变，但事实证明，史蒂文不但是个冷漠的丈夫，还是个毫无责任感的父亲。他没有为抚养孩子提供任何帮助，整日沉浸在酒精和违禁物品的世界中无法自拔。史蒂文很少能长时间从事一份工作，所以杰米不仅需要照顾孩子，还要负责赚钱养家。2人在一起生活了大约3年后，杰米终于觉悟了。他向母亲朱迪表达了要和史蒂文结束婚姻的想法，朱迪也非常支持杰米的这个决定。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还没有等到这天的到来，就在一次外出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1990年9月30日，这天是个周末，中午12点15分，杰米给母亲朱迪打了电话，表示要去他的住所接儿子泰勒回家。这段路程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但直到晚上，杰米也一直没有出现。朱迪感到有些担心，于是立即联系了杰米的朋友和她的丈夫史蒂文。
然而他们都表示不清楚杰米去了哪里。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在仍然没有得到杰米的任何音讯后，朱迪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去了杰米和史蒂文的住所了解情况。史蒂文告诉警方，前一天中午，杰米在准备外出接儿子的时候，他们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当时杰米非常生气，表示要离家出走。大约1点左右，杰米带着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手提袋，气冲冲地开车离开了。史蒂文声称他不清楚杰米去了哪里，但认为杰米不会一走了之，或许在冷静几天后就会自己回家。起初警方对此还有些怀疑，但在检查完两人的住所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房间内一切井然有序，丝毫没有打斗的痕迹，因此警方相信了史蒂文的说法，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杰米的母亲朱迪对警方懈怠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因为她很清楚杰米不会抛弃儿子独自离开，音讯全无，肯定是遇到了危险。于是在失踪9天后，朱迪向媒体发出了求助。杰米失踪的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很快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关注，警方迫于压力，这时才开始介入调查。几天后，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西雅图的一个教堂停车场找到了杰米的汽车。首先引起他们怀疑的是汽车停放的位置，因为杰米没有参加过教堂活动，而且这所教堂也不在他的生活范围内，所以杰米不太可能会把汽车停在这里。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又有了更加可疑的发现，杰米的汽车座椅位置调整得很靠后，而杰米身高仅有1.53米，这个座椅位置明显与他的驾驶习惯不相符。此外，警方还在汽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个装有衣服的手提袋，虽然里面塞满了各种衣服，与史蒂文的说法一致，但经过逐一检查，警方没有找到换洗的内衣，而且衣服的款式也非常凌乱，这表明这包衣服可能不是杰米自己整理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别人把汽车停在了这里。为了验证这一点，警方请来了 K9 部门协助调查。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警犬在汽车上嗅到了杰米的气味，并引导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巴士车站，这与警方的推测产生了矛盾。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杰米把车停放在停车场，然后乘坐巴士离开了，但基于种种可疑的发现，警方始终无法相信这一点。于是他们再次询问了最后一次见过杰米的人，她的丈夫史蒂文。这次问话，史蒂文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不过他为了摆脱嫌疑，向警方透露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史蒂文告诉警方，杰米一直与他的好朋友托比存在不正当关系，事发前一天晚上，两人还在酒店有过约会，当时他们争吵的原因就是因为杰米出轨托比的事情。史蒂文认为警方应该重点调查托比，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史蒂文的说法确实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随后他们立即对史蒂文的好友托比进行了询问。托比非常坦率地承认了史蒂文的所有说法，但坚持与这起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托比告诉警方，杰米最近打算要和史蒂文离婚，突然失踪肯定是被史蒂文杀害了，因为史蒂文很早就威胁过杰米，如果离开就会让杰米付出生命代价。托比和史蒂文互相指责，使警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他们已经锁定了2名嫌犯，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谁有可能会是凶手。本案与以往介绍的案件不同，警方没有迎难而上，而是选择了知难而退。他们没有想办法继续深挖线索，仅仅数周时间便草草结束了调查工作。这个决定让杰米的母亲朱迪对警方彻底失去信心，她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提供帮助，转而自己想办法继续寻找杰米的下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朱迪重金聘请了私家侦探，还咨询了各种通灵人士，一切可能的办法他都尝试了，但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如此，朱迪也从未有过放弃的想法，也正是这份决心最终让他等来了转机。1997年1月，杰米失踪近7年后，一名叫吉米的中尉接管了雷德蒙德警局的刑事调查工作。杰米的母亲朱迪从中看到希望，很快与新上任的吉米中尉建立了联系。吉米在了解完案件详情后，发现本案存在很多严重错误。首先，当年办案警员没有尽力调查，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
当时他们在杰米和史蒂文家其实发现了一些潜在线索，但是这些线索都被选择性忽略了。其次，当年办案警员从未正式向杰米的家属和朋友了解过情况。杰米的母亲和哥哥主动提供过很多有关失踪的细节，但他们从没有重视，因此吉米中尉决定重新彻查此案。调查的第一步，警方首先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地区查询了可能证明杰米存活的证据，最终的结论是杰米已经不在人世。同年5月，警方宣布杰米推定死亡，本案由失踪案正式升级为刑事案件。接下来，警方重点调查了杰米和丈夫史蒂文的关系。通过杰米的家属和朋友的描述，警方了解到了许多原本早就应该发现的问题。史蒂文和杰米的夫妻关系极其不正常，史蒂文牢牢控制着杰米的身体和精神，很多事情杰米无法自行决定。杰米出轨史蒂文的朋友托比，实际上正是史蒂文的安排。史蒂文的私生活非常混乱，有着许多难以描述的特殊癖好。在他们结婚的3年中，杰米配合史蒂文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但史蒂文仍然感觉不够刺激，于是他又产生了拍摄限制级电影的想法，而电影的男女主角就是他的妻子杰米和他的朋友托比。一开始杰米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担心被家人发现，但在史蒂文的威逼利诱下，最终还是勉强答应了。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杰米和托比才有了不正当关系。随着电影拍摄次数的增多，史蒂文发现杰米和托比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的表现越来越自然，并且经常在私底下约会，这让史蒂文感到十分不满。史蒂文开始担心失去对杰米的控制，为此他狠狠教训了不听话的杰米。杰米被史蒂文打得鼻青脸肿，头发也被抓掉了一大把。幸亏当时他们的邻居听到了惨叫声，及时报警，杰米这才得以逃脱。然而这次暴力事件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杰米的伤势还未痊愈，史蒂文就通过自己的特殊魅力再次赢得了杰米的原谅。由于杰米没有指控史蒂文的家暴行为，所以这次他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原本史蒂文以为通过这次教训，杰米已经完全和托比断了联系，但在事发前一天，史蒂文再次发现了两人偷情的事情，这让史蒂文感到十分恼火。当天晚些时候，史蒂文曾向杰米的哥哥亲口说过，他会让杰米付出代价。除此之外，警方还在史蒂文的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了一些其他线索。史蒂文和杰米的共同朋友告诉警方，杰米失踪的第2天，他曾在史蒂文的汽车上看到了一把铁锹。当他询问史蒂文铁锹的用途时，史蒂文意味深长地回应说，华盛顿州有很多树林，这把铁锹能让他轻易摆脱尸体。另外，史蒂文的妹妹还向警方透露，杰米失踪后不久，他曾在史蒂文家的地毯上看到了一片类似血迹的红色印记。这一说法得到了相关材料的证实。当年办案警员在对两人的住所检查时，同样发现了这片红色印记。当时史蒂文解释说，红色印记是他儿子撒在地毯上的西瓜汁，而不是血迹，所以办案警员忽视了这一点。关于警犬在汽车上嗅到杰米气味的问题，警方也找到了相应的答案。原来当时给警犬校对气味的衣服样本来自杰米和史蒂文共同存放脏衣服的收纳箱，所以杰米的衣服上沾上了史蒂文的气味，导致警犬一直在跟着史蒂文的气味搜寻，而不是杰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警犬给出的信号与警方判断互相矛盾的原因。还有比较可疑的是，史蒂文的叔叔是当地警局的一名治安官副手。当时警方在寻找杰米下落的时候，史蒂文曾给他的叔叔打过电话，让他们到教堂附近搜寻。警方能够顺利找到杰米的汽车，实际上是史蒂文提供的线索。这起案件的调查大约持续了3年时间，警方先后去了4个州，走访了近300多位知情者，最后他们收集到了大量相关证据。2000年1月，警方以谋杀罪将史蒂文抓获。在被逮捕后，史蒂文坚持不认罪，一直声称与本案无关，但警方显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他们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梳理了大致的犯罪经过。史蒂文因为杰米对托比产生感情，从而心生不满，他一直想重新控制杰米，但尝试了各种办法，最后全都失败了。因为杰米已经爱上了托比，不想再和史蒂文继续生活。事发当天中午，史蒂文和杰米因为前一晚出轨的事情再次发生争执。
争吵过后，杰米向史蒂文表达了离婚的想法。史蒂文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随即在家中将杰米杀害。犯罪结束后，史蒂文把杰米的尸体埋在了一处偏僻的树林里，然后随便打包了一些杰米的衣服，驾驶着杰米的汽车来到了教堂停车场。史蒂文故意把打包好的衣服放在了汽车后座，目的是为了营造杰米离家出走，不小心把衣服落在车里的假象。然而就是这样一起漏洞百出的案件，却因为恰巧碰到了不负责任的办案警员，导致白白让史蒂文逍遥法外了数年时间。2000年5月，杰米遇害10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由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也没有尸体，所以检方找到了大量证人出庭作证。经过5天的庭审，陪审团结合证人的证词以及一些潜在线索，最终做出了有罪的裁决。史蒂文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60年监禁。然而案件进行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丧心病狂的史蒂文又在监狱里酝酿了一个报复计划。他收买了一名即将释放的囚犯，打算放火烧死杰米的母亲朱迪。史蒂文特意叮嘱这名囚犯一定要在晚上朱迪入睡后实施纵火，因为他要确保朱迪不会逃脱。当时史蒂文的儿子泰勒就和朱迪住在一起，这意味着史蒂文并不在乎他儿子的安危，只想置朱迪于死地。幸好这个计划没有成功，被收买的囚犯转头就将此事报告给了警方。警方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想到了一个非常规的应对策略。他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朱迪家的后院点燃了一把大火，然后又联系了一家报社，特别报道了这起失火案。当时正在监狱的史蒂文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非常兴奋，他和好几个狱友炫耀说自己的计划成功了。然而他并不清楚这一切都是警方的安排，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定罪。最终史蒂文又因教唆纵火罪被控告，所有刑期加起来，他将永远无法走出监狱，总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